Hello， 我是林哲熙，我在下课花露米，赶快来订阅小公式。Oh my gosh, there's a tornado. 疯狂的天气，飓风、暴雨、干旱、野火，全球正遭遇极端气候带来的灾难。我们的地球怎么了？为此，12位关心全球暖化现象的大人小孩，将兵分3路前进北极、帛琉、挪威，在暖化最前线，一探气候变迁的真相。下课花露米，出发！北极小队在斯瓦尔巴群岛的暖化探索行程，来到了参与北极科学团队研究计划的阶段。上一集我们完整看到了浩瀚和海燕的采访，并深入观察国内外科学家的北极实验。而我和意涵则跟着 Jack 老师在风雨中抵达了卡皮埃拉。接下来我们要在这座荒岛生活3天2夜，将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惊人发现在等着我们呢？对，外面感觉蛮冷。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卡皮埃拉靠近的海，然后我们现在要换一个小的橡皮艇。我们一行7人和爆满的行李，在风雨中准备登岛喽。终于来到卡皮埃拉，是我这整趟最期待的地方，因为好像这边是没有跟着科学家是没有办法过来的。这次机会真的得来不易。位于北纬78.41度的卡皮埃拉，有着波兰哥白尼大学在1975年建造管理的科学观测站。由于当地资源贫乏，每年同时期只开放少数的研究人员申请登岛。这次北极制作团队透过台湾极地研究中心的帮忙，努力了3个多月，才终于申请通过，踏上这块科学人的梦想之地。不过，没想到一上岸，迎接我们的是此行最狼狈的时刻。由于海浪太大，我们只能绕到海岸的另一侧登岛，再徒步20分钟走到侧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们到了之后，所有的东西都超级重，然后我们要走超级远，前面有个非常大的平原，然后其实是没有距离感的，因为都是平的。我就想说，怎么还没到？怎么还没到？因为那天又下雨，地又湿，然后踩进去又是会陷进去的那种泥巴。我们其实就是整个非常慌乱，然后走又会陷入很像泥坑，很像沼泽那样，就你的脚会直接陷进去，拔不出来的那种。然后我们就是这样非常困难的到科学站。So now we go inside. We took our boots. Just follow me. 卡皮埃拉的科学站已经有50年的历史。中央大学地科院从2017年开始计划，再透过波兰籍教授 Jack 的协助，终于让台湾北极研究人员成功进驻卡皮埃拉，成为这里除了波兰哥白尼大学外唯2的科学研究团队。Here sleep Polish people, and we can come here anytime. This is like a common space. I'll later give you more introduction, but just for now, to show you your bed. 研究人员生活空间很小，跨过一个小走廊，我们就从波兰区来到了我们住的旧屋区。The site is small, but I promise you, it's very cozy. Soon you will be very happy. 哇，对，很酷哎，有一种走到电影里面的感觉。对，所以我们就是睡在50年前科学家睡的那个研究站里面。Jack 教授会跟我们讲，以前的科学家其实在那边是真的蛮辛苦的，为了做科学研究，就是他们在里面没有网络、没有电，然后甚至没有什么食物，就是要想办法生存下去。
我觉得是非常艰辛的一个环境。我们来的时间正好不供电，这里的电力来自于发电机，每天只供应5个小时。Jack 说，既然室内无光，那就带我们去认识站外的设备吧。Okay, so this is our toilet, but we have some problem. It's broken. So if you really have to go for number 2, now we have to go outside. 这里的饮用水是冰川融化而来的，虽然洁净，但喝之前还是要煮沸，原因正是受到暖化的影响。You are scientists, you know, the permafrost is melting away. We don't know what bacteria are frozen in permafrost. Every year we don't know what is released. Okay, you can come here. This is food storage, okay? Here is all our food. You are allowed to come here anytime and pick anything you want to drink. 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的。我想说那边物资应该很缺乏，但是它旁边有一个仓库，里面是满满的食物，那种末日地堡里面的商店，而且他们这边是不用冰箱的，因为那边的平均温度大概就是7度8度左右。食物库就像熟悉的24小时便利商店，让我们觉得有一种幸福感。不过为了安全，晚上门还是会关着，因为满仓的食物吸引的不只有人类。This one. One time baby came and wanted to get inside the food storage because he needs food. 在 Jack 登岛经验里，就多次用镜头捕捉到他们到研究站觅食的照片。He didn't get inside, but all the shells were down. This is Glacier Avatsmark. I hope tomorrow we can get there. It's like hour or maybe a little more hour of walk if you are from the coast. 现在风力超大，然后体感温度大概只有35度吧，我觉得。哇！据说我们抵达那天，一天的雨量就超过 Cafiera 12年来的总雨量。I'm sorry weather is bad, but this is Arctic, so Arctic takes no prisoners. All right. 这里的3餐是研究人员轮流负责的。策站里的厨房设备比我想象中的完备。今天的晚餐是由波兰人煮的奶油意大利面，其实蛮好吃的。感觉没有灯会比较麻烦。吃着来这边的第一餐，身体变暖和了，但外面的风雨却让人心慌。希望在后天离开之前，能有好天气完成实验及冰川探险。我们就这样在焦虑中度过 Cafiera 的第一天。崭新的一天开始 ，Cafiera 的天空还是一片雾茫茫。昨天睡得很好啊，真的，只是背景音乐有点打呼声而已。哦。我们待在小小的策站里无事可做。好在 Jack 想到好玩的事，我当然要跟去透透气。我们现在去海边看一看那个 whale 叫什么？金鱼，看一看金鱼。本来看预报应该是今天会有好天气，但是我外面还是在飘雨。好天气迟到了。顶着寒风小雨，我们往海边前进。有很水了。来到海边，我们果然看到鲸鱼出没。原来在斯瓦尔巴群岛海域，夏天可是鲸鱼大爆发的季节。哇，它起来了！哦，漂亮！刚刚看到它整个背，就知道了。哦，这个是大鱼，非常大，漂亮。Cafiera 生态丰富，为这片雾色大地增添了不少热闹色彩。而在海边看到鲸鱼的小确幸，还跟着我们回到了策站。午后好天气真的来报道了。趁着天空放晴，小孩和大人都迫不及待投入实验。我们走。我们的目标是步行10分钟就能到的冰川湖。哦，我们来了！哦，有没有东西要下去，对不对？东西得下来才行。我先跟着意涵、正安这组来到了湖边取水，他
他们两个的实验都是关心极地的环境和水质是否有遭到塑胶微粒的污染。只不过郑安特别扛上岛的器材看起来更专业。哇，你真是要煮小火锅哎！我也觉得你的很帅哎。那像我的很阳春。哦，看到你有帮扶都好，好讨厌。哎，你看还有高压锅哎。哇！这次郑安受到成大刘大刚教授的托付，采样检测的是更小、更细微的塑胶微粒。第一个部分是它有一个滤纸，第二个部分是下面有一个 pump， 这种 pump 一样是塑胶很厚的，是塑胶有机物，它就会附着在这一 pump 上面，然后再回到实验室里面做进一步的，就是所以你要把那个 pump 带回去。对，主要是带这个 pump。那像意涵的这种就是颗粒的塑胶微粒，就会在上面滤纸，这个滤纸上。塑胶微粒在科学界不是新名词，但在研究上却不断有新发现。2025年，美国科学团队研究发现，人脑竟然也有塑胶微粒，而且分量相当于1只塑胶汤匙。其中失智症患者的脑中甚至有更多的塑胶微粒。这可怕的发现也让我对实验结果特别关注。除了湖边的实验，山丘上 Jack 也正在进行他已经做了3年的研究，空拍记录冰川地形及地质的变化。那老师，你是记录这个永冻土的温度的改变，用这个东西？现在的想法是 permafrost 永冻土，it's melting away, right? It's getting lower. Lower, yeah. And maybe underneath permafrost there are some gases, gas methane that is actually recently released a lot everywhere. It's a little warmer temperature. So actually you can last year we can use the hand, you can like get close, like it's really hot, it's really warm somewhere else. In the cover. Yeah, just like this. Like this, yeah. 但科学不能只凭感觉，所以去年老师又增加了可以侦测地层温度的空拍设备，在拍照的同时，还可以观察记录温度的变化。So now we measure every year active zone, how deep it goes. This active zone at the beginning was 80 centimeters. Now I think it will be close to 2 meters. 永冻土的上层有一段会在夏季融化，冬季结冰，每年周而复始，我们称它为活动层。但现在因为暖化的关系，厚度原本应该固定的活动层，竟然在短短几年就增加了2倍多。这些初次解冻的永冻土，让研究地质的 Jack 仿佛发现新大陆。Because this permafrost is about 30,000 years. Something was frozen here, and we don't know what. And this is actually also quite interesting now. That's why I invite every people from researchers from Taiwan. You can discover something really new. For example, 2 years ago, there were scientists coming from north, and they found on the other side there was the plant very red, purple red, and very tiny. And they say the new kind. New kind. Never found before. And it was only in this spot. And it was probably because the Yondon-2 released some. And they are beginning to live. If you make it warm conditions and less winter, it will actually grow into the tree. And in, let's say, 10, 20 years, it will be forest again. 傍晚时分结束采样工作，大家终于有机会去观测岛上最大的冰川。为了预防沿途遇到北极熊，出发前 Jack 先指导我们使用防卫武器。有了万全准备，我们一行6人展开在 Cafiera 最远的一段旅程——冰川探险队，出发！我们现在要去 Avasmar 的冰川，要徒步1个半小时左右会到那里，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这里算是最大的一个冰川。在 Cafiera 科学观测站附近，有几条大小不一的冰川，其中位于侧站东北方的 Avasmar 冰川是 Jack 每年来这里必去的地方。为了绘制最新的地质地图 ，Jack 除了利用空拍机，前3年也都会去实地探查冰川消融的状态，
所以这条荒漠大陆他相当熟悉。步行至此 ，Jack 突然停下来，要我观察前方一只误入候鸟栖地的驯鹿。Oh! I told you, birds can attack. 看到了吗？原来是几只北极鸥正联手对驯鹿发出严正警告，示意这位外来者不要再靠近它们位于地上的巢穴。Because they have no trees, so the nest and babies and eggs are on the ground. When you get too close to the nest, they will attack you, also us. 好多哦，对哦。我要被鸟群攻击了。Jack 的话才刚说完，没多久我们就遇到了跟驯鹿一样的状况，不得已打扰鸟类栖地，我们怀着歉意，低着头加速通过。一般人可能一晃而过的风景 ，Jack 却有说不完的发现，尤其是他最擅长也最爱的地质观察。Every year since I came here, I watch this rock. You see this deformations like this. It's really beautiful. It's my gem. It's my baby. I could exchange my car for this rock to put in my lab. But this rock now slowly being covered, and maybe after a few years will be buried. But every time I come here, I just dig out a little bit. Don't leave me. Don't go. Jack 的担心不是没道理，因为冰川融化后的冰河水从山区携带大量沉积物流下来，日积月累下，慢慢掩埋了许多物体。冰川消融改变的地貌不止如此。没多久，我们走到了 Jack 2021年第一次登岛时冰川所在的边缘。Wow, here. Wow. Now we walk and see how far Bingshan retreated in 4 years. Wow. The whole thing? Yeah, the ice was here, back. And a year before, this outcrop was not accessible. 其实我们在前面大概还剩1/3左右的距离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说，他第一年来的时候，这里就是冰川的墙壁，然后一年一年的往后退。And let's walk and see how far glaciers stay. 真的是太震惊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走的地方，在之前都还是巨大的冰层，如今因为暖化加速，冬天的冰雪量减少，不再堆积，所以现在我们脚下踩的是原本应该存在于冰川内的冰器。哦，啊，掉下来。有一块冰掉下来，就是听到轰轰轰之后，那边就有一块冰壳，你就要看到一堆水花。当然，冰掉落的声音真的蛮震撼的。就在大自然里面突然听到一个嗡，而且还真的有看得到冰掉下去。越靠近冰川的路，是越近期冰川融化后出现的。冰雪融化渗入冰器地面，形成了湿度高、又软又深的泥泞路。短短一段路，感觉像走了几个小时。我们终于来到冰川边缘了。终于走到了。我们现在在冰川的旁边，然后再往这边看，那里有一个瀑布，这整个都是冰川，不是岩石，所以是冰川里面的瀑布。冲刷的这个凹槽里面可以看到更内层的冰川，是很漂亮的蓝色。Yeah, so here, you see, there are still bubbles inside, but if you squeeze this ice, you will see the very, very beautiful blue. So now we touch. Good luck. Good luck for good luck. Yeah. Have a wish. You are touching 30,000 years old ice. 以额头触碰冰川，我们跟着 Jack 进行这象征祈求好运的仪式。This is the most north place can bring you in Arctic in your trip. And you have a really rare chance to see glaciers that float. Because in a few years those glaciers will be gone. Jack 说，每一年 Avasmark 冰川退缩的速度都在增加，从50公尺到去年发现的130公尺。就像前方这块小岛，正是冰川融化后露出来，被 Jack 发现的。I'm already standing on ice. 小心这边是冰哦，所以蛮滑的。Cafiera 的冰川探险即将结束，
面对消融快速的冰川，我们好奇 Jack 这几年研究之后的想法。What's your sight for the global warming or like glaciers melting? Though that's sad, but I don't want to be this person who every time comes back to Taiwan and say, guys, it's so bad. Yeah. So basically, as a researcher, I bring only data. I say it's like that. But some people say that global warming, like climate change, are not made by people. Global warming is not a big issue. It happens all the time. Glacier were gone long time before, will come again later as well. Only what we do as humans, we make it faster. But we don't harm Earth. We harm ourselves. We shoot our foot actually by speeding this up. We speed up this cycle. Yeah. But if we slow down, but also will happen the cycle, right? Prepare to say, save the planet and then collect plastics. Actually, save us. The planet will make it up. No problem. Even with plastic. 他觉得塑胶不是问题，在很久以前，木头就像现在的塑胶一样，没有办法被分解。然后他就说，但是后来地球还是有办法生产出那种可以分解的菌，地球最后还是会想到办法。真的是这样吗？我好奇，如果生病的地球能自我痊愈，那科学家研究的目的是什么？难道不是为了拯救地球吗？怎么叫有机会拯救地球？就是你做出这个研究，可以让世界末日再延后一阵子。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陪家人呢？我们要做研究，其实不是要把它变这样，是我们应该怎么去适应未来会变的方向。就是其实这个研究其实只是研究它变迁的现象，其实不是说我们要扭转怎么样。对。那这个就是大部分是人类造成的，还是其实本来就会有这个变迁？那是一个哲学问题。我觉得这是有待商讨的一个议题。你问100个科学家，100个科学家会有不同的答案。总归就是说，我们尺度还是太小，时间尺度太小。就是我听完我会觉得，人类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就是我们觉得自己因为什么原因破坏了，就是我们造成的。那要解救它也只有人类。地球存在的时间轴里面，人类只是非常小的一段。就是对我的确改观了，非常特别的收获。原本是觉得停止全球暖化，现在变成因应气候变迁，连词都换了。同样的议题，浩瀚、海燕和前一集认识的德国生态学家 Simon 也有一段精彩的讨论。Do you think climate change is because of people or land, the nature? I think because of the people. I'm very clear on this one, I would say. It's an anthropogenic change caused by humankind. Other people say 5 times climate change. There aren't any humans, so they're curious. Human is only like let it become faster. Yeah. Is this possible or? I mean, of course, in theory, there could be a natural climatic change, and then you have to remember that the changes t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they were catastrophic. So for me, this is not really debatable. I mean, what we're seeing here is now that we're rushing into an area of climatic extremes. So what do you think then about your future when this is happening? I mean, I think for me it's a bit interesting because you're the next generation. I think maybe the future human can live on Earth. I think we can let it be slower. Yeah. If we try more. Yeah, if we try more harder, maybe we can let it slower, not that fast. I think it's good that you're having this feeling and that you can actually think that you can do something about it. I mean, it's important to keep the hope up, right? 这个拜拜。结束了这趟旅程，我们看到科学家们的研究，也可以回头去思考自己，我到底能做些什么呢？我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气候变迁、全球暖化这些事情？舍不得这边的人，因为这边的人他们都很亲切，就是这边很多都是外面来的人，而且他们来的原因都只有一个 ，I love nature。一路上看到的冰川是无数个，那
最后看到的那个冰川让我很震撼，就是它很漂亮，然后我们后来有看到一个超大的冰块，然后这样子翻，然后连当地人都说我们没有见过这样的情景。第一次采访这里的大学的学生，他们问题，然后我真的问到答案，就很有成就感。我们快要回去，就心情有点难过，因为就几乎没有看到我想看到的北极熊。希望因缘际会就能看到一只吧。探索团的最后一个出海行程，仿佛好运降临。在即将离开北极这天，我们竟然真的看到北极熊。这一路上，我们见证了冰川崩落、暖化严重的现象。如今眼前母子三雄相伴而行的画面，不仅为这趟北极探索之旅写下完美的句点，也提升了我们面对气候变迁的信心。衷心期盼北极科学家们全球暖化的研究能延续人类与地球共生共存的日子。这次我在北极进行反照率的实验，发现同时段土壤的反照率会比草地的反照率高，而浅色冰川的反照率会比深色冰川的反照率高。这个就有效证实冰川融化后反照率会明显降低。然后我在卡菲埃拉，就是波兰车站旁边那个湖泊中，我采到了6个塑胶微粒，发现它的浓度是0.04个 item per liter， 那这个超出了我的想象，也让我了解到微型塑胶的存在是无孔不入的。北极的土壤还有动物的排遗里面是否有微型塑胶存在？结果发现，不管是排遗还是土壤里面，都有微型塑胶存在。我们真的应该要在为大自然做点什么，